有些人人水身弱，为啥喜火？这就涉及到两个传统经典，穷通宝鉴和渊海子平。在穷通宝鉴体系里，调后优先级高于身强身弱。很多人觉得矛盾，是因为混用了两套体系。这里触及了八字命理中调后位极和格局配合的核心精髓，也是冬季壬水格局得以盘活、提升层次的关键所在。调后位极压倒一切，命理经典穷通宝鉴开篇即言：冬月之水，应令思泉。遇火则增暖除寒。冬季，也就是亥、子、丑这3个月出生的八字，普遍面临寒湿的问题，水冷、土冻、金寒、木僵，全局了无生机。壬水在丑月，丑为农历12月，是冬季余寒最重之时。丑为湿土，金库，水之余气。此时的壬水外有冻土为困，内无阳光温暖，是寒湿困局火的作用。这里的火，尤其是丙火太阳，首要功能不是财，不是消耗日主，而是温暖，如同严冬里的阳光，价值千金。作用有解冻除寒、温暖全局，使冰冻的壬水恢复流动。所以对于冬季的壬水，调后的火是第一用神，即使身弱，也需先解寒病，否则自身壬水和生水的金都处于将死状态，再多的金水帮扶也如冻土中打开，事倍功半。身弱喜火的命理逻辑是，身弱通常不喜财星火来耗身，但冬季壬水是特例，有病方为贵。冬季壬水的病是寒，火是唯一的药，一个格局的高低，往往取决于是否有要去治病。有火调后，格局才有提升的可能。火能生土，土能生金，金能生水，这是一个精妙的间接相生链条。火生暖土，暖土也就是官杀，暖土能生金，也就是印星，印星金能生水，也就是生日主。最终财火通过官印的转化，间接生服了日主，这叫财官印三宝相生，是贵气的象征。水火既济，方成气象。壬水为江河湖海，丙火为太阳，日照江湖，霞光万道，正是一幅壮丽和谐的景象。这代表财之水得以施展，名利火随之而来，是上佳的格局配合。火的选择最喜丙火太阳，既能暖局，又不至于直接蒸发壬水，耗身不烈。这是最佳的调后用神。风险提示：身弱喜火并非无条件的。日主壬水在地支有微弱根基，获得月令余气。月令丑中有藏干癸合心，有余气，代表有微弱根基。如果其他地支藏干中有生伏壬水，如癸、辛、庚等天干，就是有根基。如果地支藏干中有本气癸、庚、辛、壬，就是通根气。中气和余气中有癸、庚、辛、壬，也就是有微弱根基。最低要求是有微弱根基。如果没有微弱根基，水彻底枯竭，则如杯水车薪，反被火熬干。然后还要有印星金得用，天干中和地支藏干中有辛庚金透出或为根，比如地支申酉中就藏有庚合辛，就是通根，意思就是有生壬水的印。天干中有生壬水的也可以，地支藏干中有本气生壬水也可以，就是天干中要么有庚合辛，或者地支藏干中庚合辛在本气，这样火暖局后金能生水，形成官土印金相生，或财火官土印金相生的流通局面。比如2026年丙午年就有火暖局，财火生官土，官土生印金，印金生日主就是帮扶。最后还要警惕火土过旺，如果命局中火太旺，或火生土官杀过重，而水弱金微，则会形成财旺生杀，宫身太过的局面。此时火非但不为喜，反而成了灾难的源头。火土过多，金水很少时，就不要冲动，要保守，同时注意身体健康。这里的条件是火很旺，土很旺，并且金很弱的情况下，3个条件都成立，才会形成这个局面。水多也可以，土克水，水多就会耗土，也不会形成土多官杀过重。子平强弱体系是身弱需要印比，穷通调后体系是寒命需要火，如果不区分层级，就会觉得冲突。但真正的老派命理是分层用的，
身弱是结构判断，喜火是气候用药。在调候派里，顺序是：一、先就气候，寒暖燥湿；二、再谈五行生克；三、最后才谈身强身弱取用。所以壬水日主身弱，不一定喜金水。在传统和实战派里，丑月壬水多为身弱，调候用火，逢火木运顺，逢金水运辛苦。对于用神而言，最喜火，丙火调候解冻暖局，先暖后制土生财。冬水寒冻，火为第一要务。冬天壬水身弱，不是虚弱，而是寒弱。壬水生丑月，专用丙火解冻，得丙则水活。这里的丙火不是耗身的财，而是救命的药。为什么补金水反而不对？如果按身弱就补金水，会发生什么？金生水，更寒，水和水是比劫，更冻，结果就是金寒水冷，湿气泛滥，人更累，运更堵。明明帮身，但事情不顺，因为不是缺水，是缺热，但火不能过头，不然会冲动翻车。冬天的水若不在气，若在寒，非忌财。忌寒财，火非耗身，火是救命。